嘿，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我史大观园。要论轰轰烈烈的爱情啊，恐怕谁也比不上她。拔达是古印度摩揭陀国一个富商的独生女。一天，从她那扇高楼深闺的窗户外面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声音。她走到窗前往下看去，只见街道上乌压压的一片，好像全城的人都涌上了街道。一个恐怖的绞刑架赫然出现在街上，一个年轻男子被捆得像粽子一样，正穿过人群向绞架走去。当看到这个男人的脸之后，拔达的心好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。这个女孩啊，是被爱情之箭射中了。拔达住的这个房间呢，离地面足足有7层之高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她都能对这个男子一见钟情。这得说明2点：一是拔达长了一双鹰眼，二是这个男子的颜值爆表啊。可是这女孩，你喜欢谁不好，为什么非得要喜欢上一个死刑犯呢？一般来说，情窦初开的少女第一次喜欢上谁的时候，往往都会害羞的默默的放在心里。这位倒好，是个骄纵的小公主，毫不犹豫的向父母开口，非她不嫁。这通操作可真让人崩溃。不过热血少女哪管这些啊，开启了1哭2闹3上吊的模式。父母还不答应，她就绝食，说什么也要嫁给这个马上就要见阎王的帅小伙。这人生啊，真是什么奇葩的事情都能遇上。他的父母啊，本来想把这宝贝女儿关在这么高的楼上，就是怕她在青涩的少女时期，说不定哪天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随便就爱上了哪个傻小子。结果呢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，她居然一眼就爱上了一个死刑犯。这不是跟着感觉走，这是跟着疯子走啊。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当天发生了点意外。这个死刑犯竟然没有被绞死，而是改天执行。拔达的父母也不想女儿被饿死了，于是就悄摸地花了一大笔钱，打点上下，找了个乞丐跟死刑犯调了包，只是盼望这个幸运的年轻人呐，通过这次命运的转折，能够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这帅小伙应该是觉得自己这运气也是爆棚了吧，没被绞死，还被富家小姐看中了，简直就是临门一脚，直接从刑场踢进了洞房，真是祖坟都冒了青烟呐。不过慢着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帅哥犯了什么事啊？他呀是个贼，专门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。那个时代偷窃那可是个大罪，直接就给他判了死刑。现在呢，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，还摇身一变成了富家的女婿，这绝对是穷小子的逆袭呀。而拔达这边也是心满意足，感觉被幸福砸了个满怀。新婚燕尔，拔达感觉自己在浪漫的童话里。一天，新郎对拔达说，我被带到刑场那天，我发了誓，只要我能活下来，我一定要去祭祀山神。好呀好呀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拔达乐呵呵地答应了，眼睛里都是闪闪的爱心小星星。然后拔达就开始忙活着准备给山神的各种祭品。新郎说服拔达把最贵重的首饰全部装备上，就2个人去，一个灯泡都不带。2个人就这么甜甜蜜蜜、欢欢喜喜地出门了。可这山路也太难走了吧！拔达和新郎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峰。新郎说，这就是山神经常出没的地方。拔达站在山顶上往下一瞅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高呀，差点没晕过去，眼里的爱心星星都变成乱窜的金星了。心想，哇，这要是一脚踩空，直接就粉身碎骨了。就在这时，新郎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
把你身上的首饰都给我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啥？巴达惊呆了，他猛地转身，看到的是个彻底变脸的男人，语气是冷冰冰的命令，眼里是满满的贪婪。她的心一沉，这哪里还是自己的丈夫，分明是那个犯罪的小偷。这时的巴达仿佛头上挨了一记闷棍，觉得自己真是天下最大的傻瓜。一瞬间他明白了，这个男人肯定是预谋好的，把他独自骗到这荒山野岭，就是为了要抢占他的珠宝。自己的一片痴情居然遇上了这么一个白眼狼，瞬间他被悲愤淹没了。男人看见他惊愕的样子，冷血地说：你以为你能活着回去吗？我杀了你，你的首饰照样归我。这时巴达感到非常害怕，他不得不恳求他只拿走首饰，饶他一命。但男人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他的心里没有情义，只有钱。被逼到悬崖边的巴达别无选择，反而冷静了下来。看来这是个你死我活的关头了。他急中生智，悲切地说：我是你的妻子，其实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。他把身上的首饰一个个的摘下，包在他的外衣里，递给男人。男人贪婪地把他抓在手里。巴达又说：不管怎样，你都是我的丈夫，既然我们将要永别，我想最后一次向你顶礼。男人愣了一下，或许只是或许这一瞬间，他有点被这个女人感动了。他手里拿着那些珠宝，等着这个可怜的女人跟他做最后的告别。巴达慢慢地走向他，绕着他缓缓地走，这似乎是当时一种行礼的方式。突然他使出全身的力气，从后面把男人猛地推下悬崖。这样他杀了人。掉下悬崖的男人被摔了个粉身碎骨。若干年后，在印度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声名鹊起的女辩论家，她长着一头卷发，辩论起来无往不胜。每到一个城镇，她都会堆起一座沙丘，上面插一根树枝，宣布如果有人想要和她辩论，只要踏上沙丘，就表示向她挑战。她就是昔日的少女拔达。自从那天，她那样爱着的人要抢劫她，要杀害她，而她用尽全身力气将男人推下悬崖之后，她的世界就彻底颠覆了。她把自己所有的首饰挂在了树上，离开家乡，到处流浪。后来她来到了一个女有脚外道居住的地方，就加入了他们。当她接受剃度时，作为一种独特的苦刑，她的长发被从根部拔出，但头发又再长出来，变得卷曲，如同蔓藤，因此人们称她为卷发。她学习了很多知识，但还是觉得不能回答她心中的疑问，因此她又变成了一位孤独的行者，走遍印度，不断的学习和辩论。一天，她来到舍卫城，又堆起了她的沙堆。当时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正在那里的祇园精舍，听闻拔达的到来，舍利弗派了几个孩子去践踏沙丘，作为愿意辩论的表示。于是拔达便前往祇园精舍，而背后跟着一大群吃瓜群众。拔达对胜利满怀信心，毕竟在辩论这个领域，他是个常胜冠军。舍利弗很有风度，他让拔达首先提问，拔达也不客气，连珠炮似的向舍利弗发问，而舍利弗不慌不忙，准确而且深刻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颗智慧的珍珠，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拔达听着舍利弗的解答，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。
他踏遍千山万水，不停地找人辩论，并不只是因为他争强好胜，最重要的是他在寻找人生的答案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找到能让他真心认可的学问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心服口服。而今天，舍利弗竟然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答了，直到他再也没有问题要问。这个时候，舍利弗问他问题了：什么是一？达达沉默着。这个问题根据他所学过的教法，通常回答大凡或无限，这就是标准的答案。但他觉得舍利弗想要的不是这个答案，那么它是什么呢？达达承认失败，向舍利弗行礼，请他告知答案。而舍利弗却不同意，还提了一个要求，说拔达要先出家为比丘尼，然后才能告诉他。于是舍利弗就带拔达去见佛陀。佛陀知道拔达的智慧已经成熟，便对他说了一个偈：唱诵毫无义理的100句偈语，不如唱诵1句法句。听闻之后，使人内心平静。当听完这首偈，拔达就开悟了，一下子就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。这个时候，他请求出家，佛陀同意了，把他送往比丘尼僧团。拔达在那里接受正式剃度。后来有些比丘就这件事请教佛陀：拔达比丘尼真的在只听闻少许的法义就证得阿罗汉果了吗？佛陀说：比丘们，不要以多少来判断法义，1句法义比100句毫无意义的话更能发人深省。付出最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却受到最卑鄙恶劣的伤害。拔达曾经为他的无知任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好在这个蹦极一般的经历没有让他从此消沉，而是去过一个勇于思考、积极寻找真理的人生。这真是拔达了不起的地方。拔达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。在现实当中，很多人都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、被背叛、被伤害的经历，是让这些经历成为增长你智慧的财富和寻找真理的契机，还是成为让你消沉下去的理由呢？爱情会消逝，会离开，会被现实击碎，但好在人生其实有更值得追寻的东西。观众朋友，您觉得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感谢您观看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